亲爱的灵魂家人，欢迎来到这个神圣的能量空间。我是你的塔罗牌引导者 Jessie。在你点开这支视频的那一刻，宇宙就已经回应了你内心深处的某个渴望，那个关于结婚对象的问题。也许你已经问过自己很多次了：我未来的另一半会是谁呢？他现在在哪里呢？什么时候我们会真正的相遇呢？今天我们就通过这个占卜视频，进入到一场灵魂的探索旅程，带着敬意召唤宇宙给到你关于未来结婚对象的讯息。让我们来揭开这段命中注定的连接吧。那目前呢，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我们要从其中一组选择牌卡进行聆听，接收宇宙给到你的讯息。最左边是第一组，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是第3组。接下来我们要来做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通过集中我们的能量进行牌组对接，而不是通过我们的逻辑思考哦。所以亲爱的，请跟着我做这样的一个仪式，把我们的腰背挺直，肩膀下沉。如果可以的话，请闭上眼睛，深呼吸。大口吸气，大口吐气，让我们完全在放松的状态，排出所有的杂念，什么都不想，把专注度放在眉心之间，放在呼吸上。吸气，吐气。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亲爱的宇宙，请给我关于我结婚对象的讯息，感谢你的指点。询问完之后，睁开眼睛，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了。聆听讯息之前，公屏打出来，接收宇宙的祝福。我是幸福的，我将收获美满的婚姻，美满的结婚对象。感谢宇宙。留言好之后，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点进去就可以聆听宇宙给你的讯息咯。那现在你选择好牌组了吗？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亲爱的，我们来接收宇宙给到你关于结婚对象的讯息吧。那么首先我们出现了电梯这张牌卡，有可能你和自己的结婚对象呢，你们是一种命运的巧遇，突然的邂逅，一种瞬间被拉近的距离，也可能是你们相遇在一个比较小私密的环境里面，也许是一见钟情，也许是命中注定的转折点。你们2个人呢，可能关系是那种非常快速上升的关系，因为第一次见面就有了互相很心动、很喜欢的感觉，然后主动去抓住这个机会，留下联系方式。也有可能你们相遇呢，是在一种非常意外的场合，非常命运的巧遇之中，可能是在电梯里面啊，可能是在很窄小的环境之中。接下来出现 Baby 这张牌卡，也许对方是一个很喜欢小孩子的人，或者是很喜欢宠物，也许他在跟你相遇的时候，他就想跟你生猴子，觉得你如果成为小孩的爸爸妈妈，应该是小孩子很漂亮，或者是很理想化的一种状态。他是跟你在感情初期的时候就非常认真的，就是想要跟你组建家庭，有这样的一个愿景哦。另外呢，也可能你的结婚对象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他很懂得照顾别人，他在感情里面呢喜欢你去依赖他，他也会把你当做他的宝贝来疼爱。你们的关系呢是非常互相的呵护的，
有时候你会觉得他像自己的爸爸，或者是会像自己的妈妈一样，会给到你无微不至的关怀，也可能他会为了你的冷暖啊，会怕你生病啊，会希望你可以更加的开心而做一些唠唠叨叨的事情。有时候呢，可能会让你心烦，其实这些呢也透露着他对你呢是关怀备至的，他会把你当成自己的小孩，或者是有时候呢会把你当成小孩子一样的来照顾。好，浴室这张牌卡代表着清理和释放，代表着情绪上面的净化。它是一个可能很喜欢不断的反省，然后去消除负能量，喜欢正能量的人。他可能不喜欢复杂的人际关系啊，或者是一些浑浊暗黑的事情。他更多的是比较阳光，是比较积极向上的。无论是在人际关系、社交上面，他应该是向上社交。无论是在自己的情绪上面呢，他可能会自己去调整自己负面的一些情绪。这是一个会有自知之明，而且呢是一个喜欢积极乐观心态的人。他也很懂得放下过去，可能对于旧的一些情感关系，他都是断舍离的，不会再有任何的一些纠缠。他也会懂得放下过去任何的一些负担。好，接下来你们两个人应该是很快速的坠入爱河的，也有可能是在移动的场所状态之中认识到的彼此。比如说可能在旅行的时候认识的，可能是在搭乘一些交通工具，在一些比如说机场、火车站，或者是电梯里，或者是在捷运中，这些可能移动的场合里面认识的，所以还有一种命运交错的感觉，有一种转角突然遇到爱的浪漫。另外呢，还可以感受得到火能量，也许他是火象星座，白羊座、狮子座、射手座，或者是他的星盘里面呢带着火的能量是比较强的。这是一个很热情、很直接、很有行动力、活力、有领导气质的人。另外也代表着你们之间呢可能有很强的化学反应。火呢也象征着欲望啊、激情啊、兴奋感啊、灵魂的燃烧啊，可能你们之间会有很强烈的火花。他觉得你非常的感性，对你呢应该也有比较强烈的这种生理反应，很喜欢给你亲亲搂搂抱抱。你们在一起呢是非常的亲密的，两个人充满着趣味，也许会互相的调侃，也许会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也许两个人有时候呢就是小打小闹的，争争吵吵的，但是这种关系呢也充满了趣味，甚至可能充满了童趣，是很单纯的，是很美好的，是那种没心没肺的状态。好，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事业工作，宇宙给到你的讯息。他有可能是护理师，或者是按摩师，或者是针灸师，也有可能他是店长啦、门市人员啦、专柜人员啦，也有可能他是民意代表、政治工作者，可能是公务员，也有可能他是司机或者是快递员。那么你们很有可能就是在这种交通的场合工具之中认识。那也有可能呢他是在政府工作，也有可能他是在做关于文字方面的工作，作家啦、文字工作者啦，或者是编辑。总的来讲呢，他应该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职业，他的职业可能是和服务、和沟通，
或者是移动有关的，有可能他也有照顾别人的能力，或者是一定的这种文字表达能力。总的来讲呢，他应该是对自己的未来有很清晰目标的人，可能不是一个经常更换工作，有一定的生活稳定性或者是责任感。这个人呢，他长得还不错，感觉也是一个身体比较健康的人哦。可能他的肩膀比较宽，背比较厚，感觉是可以扛很多重物，可以扛下很多事情的状态。所以他的身体呢，应该是稍微比较强壮的。身高中等偏高，或者是比较高，给人一种好像撑得住场面的感觉。他不是那种特别漂亮或者是特别帅气的，不是那种很亮眼的类型，但是给人一种很可靠、很稳重的能量，让人觉得比较安心。而且他的穿着打扮呢，可能不会特别的浮夸、特别的时尚感，他更加注重一种舒服或者是朴素低调的穿衣打扮，只要是干净整洁就好了。而且他可能更喜欢那种简单的发型，不是特别注重要染头发呀，或者是要去烫头发呀，或者是特别去打理自己的外貌。可能他对于时尚潮流没有太多的一些追逐，他更加是以务实为主。然后呢，也不会去染很多夸张的发色，头发应该就是颜色比较深的颜色，黑色、黑棕色、深棕色为主，给人一种比较安静的气质。总的来讲呢，眼神还是蛮有穿透力的，好像是经常在思考，或者是在远望的这种情况。然后眼神是比较深沉，感觉是有故事的人。这个人他应该比较低调，很少特别浮夸、特别张扬，他也不是走那种叛逆风、朋克风的。大多数时候呢，都是穿一些很简单、很舒适的衣服。男生的话呢，他的个子可能在1.75米到1.85米之间；女生的话呢，可能是在1.62米到1米，可能72、73这个样子，不是特别的高，标准身高，标准身高偏高一点点，不会特别的矮。他是属于耐看型，这个人呢，越看越有味道，越看越好看，而且跟他在一起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特别的舒服，就是一种很顺其自然、很平静、很平和的一种状态，没有任何让你觉得浮夸，感觉是一个好人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场。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他的星座性格特质。先来展示牌卡。他的星座呢，很有可能是巨蟹座、天秤座、双鱼座、水瓶座、天蝎座、双子座、处女座、狮子座，或者是他的太阳、月亮、上升星座是在天平、水瓶、双子、处女、狮子、天蝎、双鱼、巨蟹。首先，圣杯三呢，可以看到他很注重人际关系，而且他的朋友应该是蛮多的。他喜欢跟朋友啊、跟家人们啊一起享受生活。他很喜欢大家就是没心没肺，开开心心的一起玩乐。他很喜欢这种热闹的氛围。很多时候呢，他都是比较乐观的，喜欢分享，懂一点社交，懂一点人情世故，是
开朗的、情感细腻的、很仗义的。另外呢，骨子里也是有这种浪漫、感性的情怀。人际关系里面呢，讲求公平公正，大家很和谐的相处。他喜欢社交，喜欢认识不同的人，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去运动啦，一起去玩乐啦。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身边有很多知己好友的话。好，力量这张牌卡呢，代表他的内心是非常坚定的。这个人，很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跟脾气，有一定的耐心。表面上呢，可能说话轻声细语的，很温柔，比较就是缓慢，不会特别的急躁，这样一种能量哦。看着可能是很温和的那种，但是他的内心是非常坚定的。他懂得以柔克刚，他也很尊重自己的一些性格、自己的一些想法啊，很嗯，不会因为别人给他讲了什么，他就去改变自己的心意，不会特别的随波逐流。那一旦自己决定的事情，即使可能身边有人在劝阻，有一些障碍，但是他都愿意去尝试，毕竟是自己选择的，所以他更希望无怨无悔。一旦去做的事情，那就不要后悔。面对挑战，他不会冲动，而是会想如何去解决问题，去把这件事情做好，坚持到底。所以骨子里面还是蛮有力量的。即使她是女生的话呢，她骨子里面也是很刚强，也是很勇敢的。好，另外这个人在感情里面还是比较细腻、敏感，很有同情心、善良，害怕背叛，害怕欺骗，害怕被伤害。因为他对朋友呢都是蛮好的，所以一旦在感情里面有人背叛他，他就会非常的难受，就会很难走出来。还是有自己比较情绪化的一面，因为他很深情，所以他的那种情感感受力是非常强的。有时候可能看一部很温暖的这种片子，看到伤感的部分，说不定他都会流泪。这是一个很有情义的人。另外呢，如果在感情里面经历过离别、伤痛的话，他可能是需要长时间才能从这种伤痛里面走出来。但走出来之后呢，他就会更加的坚强。好，接下来呢，也可以看到他有感性的那一部分，也有理性的那一部分。做事情的话，还是很聪明，还是蛮擅长分析跟判断的。可能在最初接触他的时候，觉得这个人也许有一定的距离感，边界感是比较强的，或者觉得这个人很有正义感，很有道德的底线。不会轻易的去表露出自己的喜怒哀乐。表面上看的话呢，应该是很冷静，甚至是冷漠的，但是跟他熟悉之后，会发现他是那种外冷内热的类型。外表呢，总是表现出来一个好像非常公正、刚强的样子，其实内心也有自己比较敏感、脆弱的那个部分。内心里面呢是很善良的，他只是有自己的一些保护色而已。在做事情上面，他大多数时候都是很公平的。人际关系上面呢，他也很擅长去沟通。讲任何话题，只要是他有兴趣的话，他都愿意去接话，愿意去侃侃而谈。他其实语言表达能力是比较好的，而且他喜欢学习，他对于不同的一些文化啊、知识啊，都愿意去吸收。可能平时呢也愿意去多看一些新闻，或者是多看一些书，多看一些纪录片，去增加自己的智慧。这个人能动能静，就是跟朋友玩乐的时候，他是很快可以融入到那种欢乐的氛围里面的。当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也很自在、很舒服，他也很喜欢这种安静，喜欢独处。那
也可能会有自己比较宅的一个部分。那有的阶段呢，他可能就很喜欢去社交，比如说可能天气好了，他就很喜欢社交。那么在秋冬天的时候，他就宁愿一个人宅在家里面去听音乐啊，去休息呀、他是需要自己独立的一个空间的。这是一个需要拥有自己小世界的人，他也重视自己的睡眠、休息质量。生活呢，应该还是早睡早起，比较自律的。有时候在感情方面，可能也是比较内敛的，也尊重自己的一些节奏感。总的来讲呢，他会有时候比较外向，有时候呢又比较内向。是一个感性和理性交融的人，而你们相遇的时间，有可能有的朋友很快在今年就会遇到自己的恋人，快的速度的话就是3个月之内。那有的朋友呢，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等待一下，因为你必须在一种脱胎换骨、获得破碎后重生的能量之后，你才会遇到自己的正缘。你可能要经历过一次伤心，或者是分离，或者是心碎。你可能要经历过情感的低谷期，重新对于爱情有定义，重新对于自己在人际关系有更多的一些原则、底线、限制之后，你可能才会遇见自己的结婚对象。也就是说，你必须经历过一次比较幼稚啊，或者是随心所欲的恋情。在这份恋情里面呢，你可能是懵懵懂懂的，或者是很茫然的，不知道如何去经营两性关系。但是在这段情感关系里面，你会收取到足够的一些经历跟经验。也许这份感情会有一定的情感创伤，但是呢，在通过这份情感里面，你会更加的成熟、理性对待爱情。你的内核在更多稳定之后，在这份感情结束之后，可能你就会遇见自己的结婚对象。另外呢，也有可能是在经历自己人生的重大转变结束之后，遇见自己的结婚对象。比如说，可能是你在换工作之后，或者是搬家之后，或者是出国之后，或者是分手之后，或者甚至有朋友可能经历过亲人离开之后，通常是在一个比较可能黑暗的转折点之后，你获得了灵魂重生，然后遇见了自己的结婚对象。很可能是也可能是在冥王星能量强的时期，比如说蝎子满月，比如说是在天蝎月10月23号到11月21号，或者是深秋这一段时间，可以遇到自己的正缘，遇到自己的结婚对象。所以，亲爱的，如果你现在还完全没有谈恋爱的话呢，你还是母胎单身的话呢，你可能还会先经历一次这种情感的磨合、情感的体验。一定要对于爱情有所清晰的认知，或者是更加现实化的感知之后，你才会遇见自己的结婚对象。因为那个时候呢，你更懂得什么是爱情，更会理智的去经营情感关系的时候呢，那你已经准备好建立家庭了，那个时候就会遇见自己的正缘。那么有的宝宝呢，可能是在你需要生活上面有重大的转变之后，可能他才会相遇。无论如何，有可能是在今年，有可能是在这个秋天，或者是10到11月份，也有可能是在经历了一种完全这种重生转变之后，就会遇见对方，非常值得期待哦。
那么最后呢，宇宙关于这一组牌卡的宝宝想给到你一定的爱情技巧，他告诉你，在爱情里面，你可能有时候会陷入到这种理智跟感性之间的这种矛盾。也许遇到了喜欢的人，但是呢，又怕选错了人，可能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困惑，会心动，但是又会很犹豫，到底适不适合啊，值不值得投入啊？其实宇宙告诉你，出现这样的一种矛盾情况呢，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不能一直纠结其中，而是要去做脚踏实地的一些事情，来看一下，来考验一下是否是适合你的。比如说，一起来规划一场短途的旅行，看两个人能不能很好的配合。到底是在规划这个旅行的时候，一起去商量的时候，那对方呢，他是愿意参与，跟你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安排，还是说他只是听从你的安排？他愿意跟你讨论这个细节，像就是团队合作一样的去做准备啊，去做计划呀，然后来预定酒店啊，或者是预定这些就是车子啊之类的。那看他的态度是怎样，他是愿意配合你，还是听从你，还是说他只希望你来顺从他？好，这是一个方法。另外呢，也可以邀请他一起来做一顿饭。诶，一起来看，在做饭，你们先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开始，就看一下在这些生活的细节上面，他到底是搭档型的，是愿意跟你一起分担、一起商讨的，还是说他是公主型，他还是在旁边袖手旁观的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有更多的一些观察，另外也可以在你忙碌的时候，或者是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告诉他，你可能心情不好，怎么样？那他会是怎样的一个态度？他是有来倾听你，然后引导你，帮你出谋划策，还是说他就给予你时间，让你自己去消耗？还是说他在一种非常冷漠的态度？好，或者是你们两个人一起去聊未来的人生目标，价值观。你可以问他，你有没有想过两个人未来可以一起做点什么？比如说开个小店啊，做个品牌啊。那看一下这些，他会回答什么？他是否有很清晰的一些想法啊？就是加入到你的人生愿景里面，未来一起去创造美好的生活，还是说他只想你去照顾他就好了？就是看你们两个人能不能生活在一起，或者是能不能他愿意跟你共同去创造未来等等的。去在这些事情上面呢，考验到他之后，那你大概就有一个清晰的判断了。这个人他是可以成为跟你建立共同生活的人吗？还是说在感情里面他是愿意跟你一起去创造未来，还是说他只是愿意收获爱情的人？这些呢，你就会更加的清楚，所以不用在那边猜忌哦，他是不是给你合适的人，而去做一些这些事情，来试探一下，来考验一下他两个人到底合不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爱情里面能不能一起做事情，能不能一起过日子，才是非常重要的象征。如果他愿意跟你一起努力，然后听你的规划，一起去构建未来的话呢，就说明你们是真正合适合拍的。因为爱不只有浪漫，也是需要更多的磨合、默契、互相的倾听、共同的陪伴、共同的打造未来，才可以是很理想的这种恋人哦。所以，亲爱的，以上呢就是宇宙给你的讯息。因为激情啊、荷尔蒙啊、新鲜感啊，这些都是会很快就转淡的。
但是真正跟你匹配的人，他一定是欣赏你的，他一定是可以在选择之中支持你的、理解你的，他肯定是不会质疑你的人。而你在他面前呢，你可以真实的做自己，你可以越发光发热的话，那这就是好的一个恋人呢，那就是可以跟你生活在一起的。当然，有时候呢，两个人可能一起去聊聊未来的话，也会让彼此有更多的一些脚踏实地，互相的激励。如果有一个人他真心的尊敬你，那么他就是你命定的盟友了，好吗，亲爱的？那以上呢就是宇宙给到你一定的智慧以及你的结婚对象讯息，从其中提取到对你有价值的讯息跟能量吧。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感恩宇宙。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收关于你结婚对象的讯息。那么首先我们出现了电脑这张牌卡，有可能你跟自己的结婚对象是在网络上面认识的，也许是在线上课程，或者是线上的社交网站、线上的论坛、社群，也有可能你们是远距离的工作合作关系，然后通过 email 啊，通过发这种文字语音而去建立的连接。有可能你们并不是一见钟情的类型，当然有个别的朋友可能也是通过第三方，朋友或者是亲戚介绍的，你们先留下了一些联系方式，在网络上面开始慢慢聊，然后慢慢的发展的情感，也有可能不是那种转角遇到爱邂逅一见钟情遇到的关系，那很有可能是在那种更多的思想连接之后发展的情感的这种滋养培育。那也有可能你们最初认识的时候呢，没有太多的互动，而是留下了一些联络方式，比如说在现实生活里面相遇聚会的时候啊，或者是曾经是同学，或者是曾经是同事，这种关系在最初呢，大家没有太多的这种爱情的情感连接，而是真正发生感情的是通过更多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建立，通过网络而熟悉起来而转换的爱情。因为我们这边呢也出现了小孩这张牌卡有可能是小时候就认识了，甚至有可能是小学同学，但是一直呢大家在各自的人生部分各忙各的，最后呢因为某一些机缘巧合，再一次联下了方式，然后再一次重逢，然后通过网络书信增加的情爱部分。另外也可能表达着你的正缘结婚对象呢，他是一个很喜欢小孩子的人，或者是很喜欢宠物，他是怀着想要组建家庭的愿景，跟你进入到这种爱情关系里面，是想要负责任的，是很认真很谨慎的。还有就是他可能内心有一部分呢是非常纯真非常可爱，是向往那种非常简单的情感部分，或者是他在爱情里面像一张白纸一样，没有太多复杂的人际关系，没有太多的情感经历，就是单单纯纯的因为爱你，想要跟你在一起，想要跟你生猴子而建立的爱情。或者你们之间呢就有点像是那种两小无猜很自由很童真的快乐连接方式。那么个别部分的朋友，也可能你的结婚对象他原本就是有小孩子的，你们认识的时候呢，也许你们其中有一方已经是父亲或者是母亲这样的一个角色了。如果说你是同性恋的话，说不定你们在一起生活之后，你们会去领养小孩，因为两个人呢都是很喜欢小孩子的。好，过
过渡期这张牌卡有可能相遇的时候出现在你人生某一个非常关键的过渡期或者是转换期，有可能是在旅行途中认识的人，也有可能是在自己转换工作，或者是换城市，或者是出国生活，或者是走出上一段情感关系，内心开始蜕变的时候认识到的对方。也可能他出现的时间点呢是蛮关键的，他会让你在人生里面有更多的一些选择，有更多发展的可能性，他可能会激励你更多的一些天赋，打开你的世界观，打开你的格局，所以它会以一种比较很强能量的状态进入到你的生活里面。如果说你完全是一个不信网恋的人，或者是你完全也没有想过通过社交媒体去发展爱情，但很有可能你越没有期待的事情反而越成真，你越期待的事情呢反而可能越不能实现。总的来讲呢，它会给你人生某一个特别的惊喜，会让你感觉很意外，但是命运就是这么的巧妙。好，我们这边呢还出现了追逐这张牌卡哦，有可能你们在感情里面呢是其中一个人先主动追求另一个人的，虽然这份感情并不是一开始就很顺理成章的就相亲相爱了，也许是一个人先被另外一个人吸引，然后默默的追求了一段时间。这不是轻易而得来的感情，是有一些犹豫，是有一些想要计划、想要追逐、慢慢靠近的故事，也是很奇妙的。我们这边还出现了食物饮食这张牌卡，说不定他是一个很爱吃、很懂吃，或者是很会烹饪煮饭的人。也可能你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呢，就一起去就是美好的这个餐厅，然后他选的食物你都觉得跟你很对胃口，感觉两个人呢是有相同的这种食物的喜好的，所以很合拍，感觉就是很能生活在一起。你们的感情建立呢，应该在这些日常生活的巧确性之中，可能因为饮食文化啊，可能因为对吃的喜好一样啊，或者是大家有相同的一些健康观念啊，而慢慢靠近的。代表他是一个会生活的人，也代表呢他可能对吃的很讲究，也是生活方面很接地气的。他喜欢烹饪啊，他喜欢做好吃的给自己的家人，给自己的小孩。他是很注重保养，很注重健康的。这些方面呢，让你觉得你是可以跟他建立家庭的。他有这样的一个很负责任或者是接地气的生活状态。好，所以有可能呢是在网络上面相遇，也有可能呢是在自己人生某一个转折的阶段。你们最初也许是有很多文字上面的交流，然后慢慢的很认可对方的价值观啊，慢慢的感觉两个人呢是有很多灵魂共鸣，或者是有相同爱好的人，而对方呢他是一个内心很有童心的人，是情感方面比较单纯、比较纯真的，他也很可能是一个美食爱好者。你们的关系就是从那种很平凡的日常生活里面，慢慢滋养出的这种很深厚的爱的连接。关于他的工作、事业，宇宙也会给到你一定的指引。他有可能从事人事专员、人力资源专员，也有可能他是音乐家、编剧、舞者、词曲创作者、艺术家，可能是做艺术方面工作的，不是那种朝九晚五的公司工作。也有可能呢，他是药剂师，有关于医疗啊、药剂这方面的专业知识的，也可能是护理师。也可能是在医院工作。
也有可能呢，他是建筑师、室内设计师、美术、动画、产品设计师，是关于设计这方面的行业领域里面。也有可能他是档案数据管理人员，也有可能他是市场行销、社群管理或者是小编。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设计师啊、艺术啊、药剂师啊，感觉他还是蛮有自己的专业度的。即使他不是从事文艺这方面，但是呢，应该也在做事情上面很有自己必备的一些才华跟才能。这个人呢，他是有一种很安静、很从容、很神秘这样的一种气质的。他不是那种很张扬的个性，而是感觉这个人很喜欢比较内向，可能喜欢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很淡定的感受到周围的一些气氛。跟他聊天的时候呢，他不会对自己夸夸其谈，或者是高声论阔，感觉他都是很温暖的、很温柔的去讲话。他喜欢一些有深度的谈话，无论是关于好像生活啊、文化啊、人性啊，还是灵性啊、玄学啊，他都是蛮喜欢聊的。但是他可能不喜欢讲八卦啊，或者是很日常无聊的话题，他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些兴趣。这个应该是比较有一些涵养的人。有时候呢，可能他很喜欢谈艺术，有时候可能他的想象力啊、创造能力是蛮强的，有一定的艺术审美力，而且他的眼神呢，应该是很有艺术家气质的那一种，眼睛偏大，很可能是双眼皮。轮廓应该是很柔和的，不是那种特别立体的脸型或者是这种轮廓，而是要么就是椭圆脸呐、要么就是圆脸啊，要么就是心形脸哦，会给人一种很温柔的美，会给人一种很亲切的美。他的头发呢，可能是有一点蓬松，然后自然的发质，黑发或者是深棕色、深色的头发，皮肤有可能是比较偏白，或者是中性偏冷的这种肤色，不会是特别的古铜色。好，然后身高应该是属于比较修长的类型，或者给人一种比较标准的身材身高，不会太胖啊，也不会太矮。他喜欢可能白色啦、黄色啦、蓝色啊，这些比较朴素但是有好看的颜色。喜欢那种偏艺术、偏低调、优雅的穿衣风格，甚至有一点日系，或者是有一点文艺风。总之呢，它会给人一种很有福气，脸呢有一点圆润的感觉，脸上呢会挂着一丝微笑，但是不会是特别就是夸张的这种笑容哦，可能有一点点小肚子，会带一点福相，给人一种很享受生活、很热爱美食的感觉。然后笑起来呢，应该是很可爱的。气场上面应该是比较自信、比较稳定的，喜欢那种舒适、有品味的打扮，不会特别的时尚潮流，不会带很多的一些首饰。他更喜欢那种很干净、很有质感、很得体、舒服的装扮。所以这个人他的五官应该是柔和的，然后有一些中性美，喜欢那种很安静、很舒服的环境。他重视生活质量，重视爱情质量，并不是重视数量的人。好，嗯，有一种比较治愈的感觉，不喜欢讲太多的话，
但是呢，跟他聊天的时候都会感觉这个人蛮真诚、蛮温柔，然后有时候有一些幽默。他应该是好看的样子，就是整体看着是非常舒服的，给人一种温文尔雅、有素质、有修养的气场。而且他的站姿呢、坐姿呢，应该都是看着很舒服、很赏心悦目的。虽然他不会很浮夸的打扮自己哦，但是他很懂得如何去凸显自己的优势，是比较个性的装扮，是看着很时尚的。对，所以应该是很理想的样貌，很理想的状态。把它扔在人群里面呢，应该是很独特、比较亮眼的类型。天生丽质，再加上后天的一些气质啊，让他看着很不错。那他其他的性格啊方面，看宇宙会给到你怎样的讯息？即使他一个人安静的坐在角落里面哦，都是会注意到他的，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好，那么他的星座呢，有可能是金牛座、处女座、水瓶座、天秤座、摩羯座、双子座，或者是他的太阳、月亮、上升星座是在水瓶座、天秤座、摩羯座、处女座、金牛座、双子座。这是一个能力还蛮强的人，而且头脑很灵活。他是可以同时做两件事情的，所以有比较强的才华，很好的时间管理，是很会调配自己的生活跟时间的人。可能他不止一个事业，有可能他会兼职，有可能他会有副业，有可能他会有很多的一些兴趣爱好，不是一个生活特别沉稳、特别一成不变的人。他希望自己在人生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些体验跟感受，包括他赚钱的话呢，也不仅仅是自己的工作，他可能也会去想方设法挣一些其他的零花钱，或者是他比较喜欢金融知识，愿意去学习理财，愿意喜欢就是投资。这个人呢，他应该不是一个特别死板、封建或者是保守的人，他不拘小节，有好奇心，有一定的弹性，适应能力也比较强。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呢，是怀有好奇之心，愿意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体验的。而且他也有一定的匠人精神，做事情很努力，很有上进心，也比较专注，比较勤快。在工作啊，跟自己的兴趣上面也会不断的去提升自己哦，追求越做越好。对一件事情呢，他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是对于自己的专业，他都花时间去不断进步，去提升自己，不怕重复。在人际关系里面，他也是会用心的去经营、滋润、磨合，是蛮有耐心精神的。另外呢，他也很懂得自我保护，可能他有一点占有欲或者是控制欲，特别是对他在乎的东西，或者是对他在乎的一些人，有时候呢是会容易吃醋的。如果在感情里面，对方特别的自由、无所顾忌的话呢，他就会没有安全感。他其实对于金钱啊，对于情感都非常的谨慎，他也喜欢去做，他也喜欢把所有的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如果对方太过于的随性，不在自己掌控范围之内的话呢，他可能会觉得
没有安全感而转身走开。但是，一旦在爱情里面他认定你的话，他就会非常的专心，一心一意，不会轻易的放手，不会因为两个人性格不合啊，或者是彼此家庭悬殊，对方的父母不同意，然后就放手的。他还是会努力的去获得对方父母的同意，那努力的让这份关系可以走得更加的稳固，更加的长久。这个人呢，也有自己很边界感、很理性的那一面。他，他也是比较感性的，理性跟感性一半一半哦。表面上看，他可能不太容易亲近，他是一个好像特别正直，嗯、特别有力量、特别勇敢的人。说话呢，有时候一针见血，非常的直接。那有时候呢，觉得这个人的边界感是很强的。但是作为他的恋人，你会知道，其实他是属于那种外冷或者是外表特别正经的，但是内心里面呢，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感性，很多的一些欲望。他跟自己的爱人呢，他是希望随时都有肢体接触啊、亲亲呀、搂搂啊、抱抱啊。他其实性欲可能还是比较强的，很喜欢肌肤之亲。但是不熟悉的人呢，肯定是不知道的。他会把自己最严肃的那一面表现出来，有时候会觉得这个人比较死板，但是真正的跟自己的爱人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现他很灵活，会发现他是特别有情趣的，他愿意跟自己的爱人尝试很多愉快的一些事情。好，对爱情呢，他其实很认真，虽然在性爱上面他很愿意体验，但他不是一个很放纵情欲的人，他只是和自己的爱人愿意去有很多的尝试体验罢了。他不会随随便便的爱人，他不会随随便便的去展露自己的感性。他最赤裸的那一部分，只有自己爱的人才可以看见。他是需要一个可以激发他全心全意投入的人的，因为他对于爱情，对于自己的爱人呢是有很高的标准的，不会轻易的陷入到任何的暧昧调情之中。一旦遇到了自己梦中情人之后呢，你就会看到你就是他的唯一性。骨子里这个人其实是蛮浪漫的，他很重视那种灵魂啊、精神很有共鸣契合的人。他也相信缘分，相信命定的安排，他是相信这种正缘，相信玄学的，因为他的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他不会认为科学没有证实的事情那就是不存在的，反而他相信因果、报应、前世今生。他相信，之所以两个灵魂能在一起，必定是宇宙的安排，必定是有一些因缘的。那么相遇之后呢，他是会表达自己的深情，他是会表达珍惜的。在感情里面，他也是会努力去给对方制造一些惊喜、浪漫的人。骨子里面，他对于爱是非常向往的。这是一个知道赚钱，也知道如何去享受爱情的人。这是一个表面很理性，但是呢，自己的内心里面却是非常深情、非常柔软的人。现实生活之中，他做事情比较踏实，不怕吃苦，有很强的这种行动力，喜欢有条理、能掌控的人生。可能在感情里面他比较慢热，但是呢，他非常专一的。然后在感情里，他也不会很轻易的就去信任，还是有一点防备之心。这个呢，就是比较多的自我保护，也是蛮好的。
想打开他的心，你需要尊重他的节奏，给到他一定的安全感。和他一起成长呢，不仅仅是谈情说爱而已，而是让他看到你愿意跟他一起做事情，你愿意跟他一起来计划未来，不断的蜕变。好，那你们什么时间相遇呢？我们这边出现了比较强的水能量哦，就有的宝宝可能选择这组牌组的朋友，你们在今年的夏天可能就会遇见自己的结婚对象。那有的朋友呢，可能是要在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环境之后，才会遇到自己的结婚对象。有可能是你要搬家呀，或者是你要换到不同的城市去生活啊，有可能是你要辞职，或者是放下一段旧的感情，或者是认识到新的社交圈里面，去到自己不熟悉的地方之后，那你就会遇到自己的结婚对象。也有可能是你去旅行，去到不同的活动、不同的地方，然后巧遇到的他。也有可能是对方先慢慢的靠近你的，对方就是你对一个人产生了好感，然后是他来追求你，他慢慢的来表达对你的好感，慢慢的想跟你有更多的互动，他主动的来靠近你呀，主动来搭讪你呀，你可能会被他的一些文字或者是被他的言语所触动，所以很有可能是在今年夏天的时间，或者是当你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环境、新的这种社交圈里面，你愿意保持一个开放的心，去到新的状态、人生阶段里面，它就会出现了。所以也敬请期待吧。那接下来呢，宇宙会给到你一些关于爱情方面的智慧。很多人呢，在爱情里面都渴望被爱，所以会去努力的经营自己的形象，会去讨好，甚至是索取爱。但是其实真正美好的爱情是给予。给予爱的人才是真正得到爱的人，因为你在给予爱的这个过程里面，你自己就是一种非常丰盈的状态。这种非常丰盈的流动的能量呢，会吸引到真爱，才是可以帮助你留住这种真心的。你知道吗？爱是宇宙最基本的法则，真正得到爱的人，正是给予爱的人。你给出了多少能量，那最终这种能量就是会反弹到你身上的，你就会收获多少。很多人在感情里面觉得自己可能心情不好啦，或者是孤单寂寞啦，或者是想要有一个人陪伴啦，然后带着这样的一个目的去寻找爱，那往往他找到的爱呢，其实都不会很长久、很美满。而你保证着一个心态，就是你当下生活很愉快、很开心，你想把这份幸福感分享给身边的人，你希望有人跟你一起来分享这个快乐，更加的愉悦。如果你保持着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呢，那你就会收获到很圆满的爱情。因为当你发出这种真心、温柔、理解、信任的能量的时候，最后你就会收获到这样的一个能量。你给出温柔，你就会吸引温柔的人靠近；你给出这种阳光健康，你就会遇到这种很阳光健康的人靠近；你给出理解，你就会遇到愿意聆听你灵魂的人出现。所以，亲爱的，爱的本质就是真诚。如果我们为了得到回报而去投资爱，那它已经不是爱了，它就是一种包装好了的交易。反而是
当我们不计回报的时候，去给予爱的时候，其实你就成为了爱的本身，你就是不会担心得不得到爱的反馈。所以这份爱情里面没有任何的强求，只有享受。在这种享受的能量之下呢，你也会收获到满满的情感共鸣，你也会收获到足够的爱的能量的。宇宙告诉你哦，请你成为爱本身，那么你一定会收获圆满。那以上呢，就是宇宙给到你的讯息，有给你能量加持了吗？请留言感恩宇宙吧。好，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收宇宙给你的关于结婚对象的讯息，一部分一部分来为你进行占卜、牌卡能量讯息传递。哇，你们之间有很强的这种家的牌卡，家庭呀、房子啊，然后还有祖先的祝福啊、灵界的引导啊，这样的一个讯息。你们两个有非常强的命中注定的牵引，并且得到灵界的爱之祝福，还有深层次的归属感。当你第一次跟他相遇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非常安定、安心、放松，像回到家、很安全港湾的这样一种感觉，甚至有一种似曾相识，好像在哪里认识过，好像呢在梦里见过，甚至有可能跟你逝去的也许爷爷或者是婆婆身上能找到一定的共鸣点。你会觉得跟他接触一段时间之后，你会觉得他就是过去的亲人安排他到你身边来给到你保护的。有可能啊，在初次见面的时候，你们有几分钟没有说话，你都不会觉得出现尴尬陌生，就是很能聊到一起去，而且即使不说话呢，都感觉是一种很舒服、很自然的状态，不会在那一刻去猜想他在想什么，他是不是不喜欢你了，或者是你刚才讲的那句话对不对，没有任何的一些怀疑，或者是患得患失的心境。一切呢都是非常顺畅、非常舒服的，哪怕两个人不说话，在一种很安静的氛围之内，都觉得很合理、很舒服。只要他在那里，就感觉到很好。有可能你们认识的时候，就在一个比较特别的纪念日，比如说家族纪念日啊，或者是逝去亲人那个时间段的纪念日啊。也有可能在认识他的那一段时间，你会反复看到天使数字，就是宇宙的那种重复数字。比如说，在认识他相遇之前，你经常会看到111、222、444，要么就是车牌号码，要么就是可能突然看到时间11点11分、12点12分，就是频繁会出现这种相同的数字，你总会觉得宇宙是不是在暗示你什么？你的守护天使是不是想要告诉你什么？结果就在那一段时间，你就遇到了自己的正缘，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场景状态，也有可能在认识他之前，你就会梦见。会梦到一个人的背影，会梦到那种在梦境里面相亲相爱的感觉，是那种熟悉感。可能你看不清楚他的五官，但是你知道这个人就是跟你结婚的人。很可能梦中频繁会出现同一个人，或者是相同的场景，也有可能会梦见自己逝去的亲人，他也许在梦里给到你一定的启示，告诉你你的正缘正在靠近，请你准备好。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临界的讯息，也有可能你们在相遇之后呢，
就进入到了一种互相疗愈、互相觉醒的状态，会帮助到彼此有更多灵性上面的激发，会在对方面前非常的真实，更加接近真实的自己，会因为他的出现，不论是说交谈也好，还是说你们一起去做某一些事情也好，会对自己反而有更多的一些认知，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我们大多数人呢，可能对自己想要什么很清楚，但是不想要什么可能不太清楚。你在跟他接触之后，会发现他很像是你的守护者，或者是很像是你的激发者，可以激励你有更多自我的一些突破，打开你的格局，这也是蛮妙的一个讯息，就像是上帝赐予你的礼物，或者是过世的亲人安排他来守护你一样，会有这种很灵性层面上的突然的第六感直觉，会有这样的一种很巧妙的连接。那么这边呢，还有一些讯息，也有可能你跟他认识是通过亲朋好友介绍的，是以一种结婚为目的而在一起认识、接触、谈恋爱的。有的朋友可能会是，不代表是相亲啦，但是多多少少呢是有身边家人们的这样的一个帮助。甚至有个别的朋友可能就是娃娃亲，自己小时候就定下了这样的一个相爱的缘分，可能是在很小的时候啊，那两个家庭就玩得特别的好，然后爸爸妈妈可能会开一些玩笑，要不就小孩子以后就在一起结婚好了，说不定对于他们来说是玩笑，但是你们两个人的缘分可能早就注定好了，所以彼此呢都是知根知底的，也会蛮有这种安全感的。但我们这边呢还出现了电话这张牌卡，很奇妙，说不定你们两个人是通过手机认识的，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可能是社交媒体软件啊，或者是聊天软件啊，或者是在线上一些平台认识的。最初呢，也许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发一下讯息问候，然后慢慢的大家变得有更多的一些熟悉，在第一次见面会发现，也可能在你们通过网络通信的时候就发现。你们之间就有蛮多奇妙的缘分的，也许小时候的很多家庭故事比较相同，也许可能经历过一些相似的这种人生经历，也许可能在跟他交谈的时候，会突然觉得他跟你自己逝去的亲人很像，或者是会有突然的这种灵性的这种感觉，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奇妙，会觉得两个人能相遇，能能够进行这种连接，也是宇宙安排的，也很有可能你们两个人就本身就是灵魂家人、灵魂伴侣，不仅仅是恋人的关系，你们是在可能前世就有过一定的缘分，说不定在前世彼此是亲人，然后今生再一次的重逢，为了完成某一种共同的使命，一起成长，一起疗愈，一起建造生活。这个人给你的感觉就是，你不需要完美，你就是越坦诚越真实，他越欣赏你，你根本不需要为爱而改变。因为你们本来就是属于彼此的，就会有这种很熟悉、很安定的感觉。你的出现呢，可能会点亮他的人生，可能会治愈他，而他的出现呢，也可能让你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爱。选择这组牌卡的朋友啊，你跟你自己的结婚对象，你们的缘分真的非常非常的强。无论怎样，该相遇的时候，
可能都会突然的相遇，即使你们在不同的国度，说着不同的语言，该相遇的时候，你们都会阴差阳错的很奇妙的相遇，即使语言不同，你们都可以很懂对方，生活在一起。这就是命定的、注定的缘分，很意外、很惊喜，也很奇妙。而你跟他在一起之后呢，会有很多不可解释的感受，真的好好的期待一下哦。好，那么他的事业有可能是在做品牌公关、活动策划、产品经理，也有可能是在做工程师，或者是咨询网络方面的事业服务，也可能他是记者，可能是在做自己的自媒体呀、自己的一些频道啊，也有可能他是在做业务、销售人员，或者是保险、养老金、理财师、房屋中介，也有可能他是律师、司法人员，也有可能他是银行职员、财务出纳记账人员，可能他是在做金融方面的，也可能他是在做产品方面的，也可能他是律师，可能是工程师、自媒体这方面的，有自己的专业技能，可能是非常专业的人员，或者他是多才多艺的，他可以知道如何去吸收流量。好，那么这个人他的长相应该是比较标致的，他是属于风的能量，因为宝剑侍从嘛，所以男生的话呢，他的个子可能是1.75米到1.85米之间，女生的话呢，可能是1.64米到1.74米之间，属于中等标准身高，然后稍微偏高一点点的身材，应该属于比较修长的类型，然后骨架呢不会特别的大，整个身材是比较匀称，稍微偏瘦一点，在人群里面还是很突出、很显眼的。可能他的肩膀并不是很宽，骨架呢并不是很大，然后四肢呢是比较纤细，不是那种有很多肌肉或者是特别健身的那种身材，更有一种好像学生气的那种细致。脸型呢，可能是偏长型或者是鹅蛋脸，然后轮廓应该是蛮清晰的，就是五官轮廓应该是蛮清晰的。然后他的眼神呢很有力量，很有穿透力，鼻子比较高，然后嘴唇呢不是那种特别厚实的，稍微偏薄一点，可能大部分都是单眼皮或者是内双，不会特别的外双。他喜欢那种低调清爽的造型。这个人很喜欢干净整洁，然后头发呢也是不喜欢那种爆炸丝啊，或者是很蓬松的头发，应该是男生就是很短的短发，女生呢应该是很柔顺的那种头发，直发比较偏多。然后他喜欢知性风的打扮，或者是学院风的打扮。男生可能喜欢穿衬衫啦，大衣啦、西装啦。女生呢，可能就是不会过度很夸张的那种时尚前卫的穿着，更多的是注重这种衣服的质量、品质跟颜色，是属于那种很清新淡雅又很有内涵的装扮。大多数时候应该还是比较喜欢穿那种职业装。他应该蛮有能量的，就是这一个人给人一种很干净、很安静，而且越来越有魅力的状态。他很可能是智慧上面给到别人最强烈的吸引力。这个人说话呢是很有逻辑性的，他不是那种很唠叨的人，而是不会随便的讲话，但一讲话呢就很容易讲到重点，
是一个很有求知欲望的人，对于哲学呀、艺术啊、知识啊，还有这种神秘学、玄学呢，都蛮有兴趣的。他可能喜欢阅读，可能喜欢写作，可能喜欢研究，可能也喜欢星座啦、塔罗牌啊，或者是心理学。这是一个有一定修养、气质的人，也很懂得礼貌、自我控制。不是一个感觉特别张扬或者是随性的人。总之呢，给人一种很想要去了解、对他很有好奇心的这种外貌形象，而且也是属于第一眼就看着很舒服、很有内涵的样子。在更多接触之后呢，会发现这个人其实就像很有文化、很有智慧，就是每一次跟他聊天接触，他都会给你带来不同的一些想法、不同的一些观点，就像是在翻一本很好的书一样，或者是可以讲，他就像是一瓶酒，越醇越香。越了解他越多呢，越会喜欢他身上的这种气场、气质跟能量。他可能是摩羯座、处女座、天蝎座、双鱼座，或者是他的太阳、月亮、上升星座是在摩羯座、处女座、天蝎座、双鱼座。是的，他的星盘里面火能量并不是很多，水跟土的能量是比较多的。感觉这个人呢是很迷人的。首先，他是一个在经济上面非常独立、有能力，而且很注重生活品质、注重生活质量的人。他喜欢那种优雅的、很稳定的生活状态。他对待金钱啊、工作啊、生活啊，都有自己很清晰的一些规划。他追求自我价值，也追求享受物质所带来的这种品味、质量感。举个例子，他可能不会购买很多的衣服，但是呢，这些衣服都是要非常得体、质量非常好的。他可能在家里面不会购买很多的一些软装，很多的一些摆设，把家里面堆的很多，而是呢，他会用一些高档的家居，或者是很精致的花瓶。所有的这种软装都是少而精的，因为他很注重质量。他可能也很会懂得存钱、理财、投资，他会想要去学习金融知识，他喜欢那种物质带过来的享受，他也注重金钱带过来的安全感。而他在金钱上不依赖别人，他有自己挣钱的能力，他总是可以寻找到一定的商机。他不太喜欢那种油盐酱醋茶非常市井的生活状态，他想要的就是那种有品味的、稍微有些奢华的生活。所以他知道自己对于生活是有高要求的，所以他会对自己也有比较高的一些要求，不断的去增加自己的技能，增加自己的竞争力，增加自己的一些理财规划知识，让自己尽可能的钱生钱。他知道其实赚钱的方法有很多种，但是钱生钱的这些方法呢并不多，要多去钻研，所以他有自己的专业知识。这个人他有一些小骄傲，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认识到他，他也不会喜欢去参加那些所谓的应酬，所谓那些没有意义、价值的社交。与其去参加一些毫无意义的活动，不如说自己在家享受这种家庭生活，享受听些好音乐，看几本好书，可能他更喜欢。而且他会向上社交，他会愿意去结识比他更加有智慧、更加成功的人。
不太容易让别人走进他的真正的世界里面，他宁愿一个人也不愿意去将就，除非遇到一个真的很合拍的人，他才愿意脱单，不然他一个人生活的就很好，因为他有自我的一些幸福指数，就是他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生活的很精致，生活的很好，所以他对自己的恋人呢也是有比较高的一些要求的，有可能他很容易成为剩男或者是剩女，并不是因为他条件不好剩下来，而是他是很挑剔的，因为他很有自给自足，他也自律，他也优雅，他也有很高的一些审美，所以再加上他不会有特别的这种空虚孤独感，他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所以他不会随便的去谈恋爱。再加上有可能他的家庭条件本身呢就是比较好的，或者是他自己就有一定的银行存款。魔鬼呢这张牌卡就可以看到，其实他有很感性，也有很性感的那一面。他对自己的爱人呢，除了说经济条件要好之外，性格要有高的一些品质之外，他还是一个外貌协会，可能对于自己的恋人，他也是比较挑剔外貌啊、样子啊，就是个子啊、身材的，因为他有一定的欲望。这种欲望呢，除了说希望自己的事业成功，可以实现更多的价值，享受很好的物质生活之外，他也希望自己的爱人可以给他带来这种美好的肌肤之亲，带来这种很感性，满足他的欲望。所以，要么不爱，要么就深爱。而这种深爱呢，当然就要有情欲的满足，就是要彼此非常真心专一的。可能在感情里面呢，他还是有一定的控制欲，不希望自己的恋人有其他三心二意的心思，或者是做一些跟别人暧昧调情的事情。他希望在感情里面呢，互相的依赖，然后，互相共同的陪伴，一起去扶持。那么另外一面呢，他是一个很喜欢思考人生，也是一个精神世界非常丰富的人。他其实，有很高的一些智慧。他希望自己的恋人跟他除了在肉体上面可以达到很切合，在精神上面也要达到很多的一些共鸣。这个人在感情里是比较慢热的，也是有一定的技巧的，他也很会懂得追求身心的平衡，嗯，自我控制，尽可能的理性，是一个很重视人际关系和谐，所有的事情呢都比较平衡的一种态度。其实他可能表面有时候比较冷静，但是内心却是很敏感、很丰富、很浪漫。对待喜欢的人呢，是非常照顾、理解的，是一个很柔软、深情的人。而且他对于自己的爸爸妈妈也是非常孝顺的，是很体贴的。总的来讲呢，这是应该是一个比较老的灵魂，内心是很柔软的，做事情却是比较理性跟冷静的。外表看起来可能有一定的距离感哦，不是谁都可以跟他接触。但是，一旦成为他的朋友，一旦跟他认识之后呢，会发现这个人愿意去助人为乐啊，愿意去分享自己的美好啊，那愿意给予到别人一定的支持照顾啊。其实他也会不断的去修行自己，会去注意好的业力关系，
那会懂得享受生活，有一定的生命力，希望找到跟自己，可以达到心灵共鸣的人。他也可能内心比较细腻，有一定的艺术天赋，也注重自己的第六感，直觉能力是比较强的，然后有一定的情欲要求，外冷内热的类型，同时也是敢爱敢恨的类型。哇哦，这个人其实蛮有魅力的，蛮迷人的，应该他身边也不缺追求者，只是他可能看上的人应该蛮少的。好，那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相遇呢？这边出现的时间点，可能快的话在10个月左右的时间，慢的话可能就是要在7年才会遇见自己的正缘了。选择这组牌卡的朋友，你们有的人呢可能会比较年轻哦，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是需要一些情感经验的，而可能是会在更多成熟，你自己也许生活状态比较优质的时候才会遇到他。因为他呢，也不会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他是会很享受自己的生活，先在年轻的时候啊，去有很多的一些体验，去更多的建立自己的物质世界之后，当物质金钱达到他的要求之后，他可能才会去想要遇见自己的精神伴侣。没有关系，应该是你们都准备好，都在很享受生活，生活有一定的质量品味的时候，才会相遇到彼此。所以年轻的时候呢，多去经历一些爱情，多去理解什么是爱，多去有一些经验，有一定的爱情技巧之后，再相遇到他，再成立这种家庭，建立婚姻，那个时候呢，就会非常的和谐，非常懂得如何去经营两个人的生活在一起的关系了。那不要着急，但是宇宙告诉你哦，可能是在秋冬天的时刻相遇的时候呢，主动一些，遇到了优秀的人，那主动的去联系，主动的去追求是非常好的。这个人很值得跟他相爱，很值得跟他生活在一起，因为你们会互相的去激励对方，变得更加的美好。即使可能会出现相亲啊，也许是你不喜欢那种方式，相亲啊，或者是要通过社交媒体认识啊，或者是别人呢先给你们留下了一些就是可以在网络上面联系的这种方式，不要过于的被动。你越是积极的话呢，可能这份感情开展的越顺利。如果过于被动的话，可能会拖延这段情感，也许会在认识很久之后才开始发芽，才开始滋润。好，那么最后呢，宇宙会给到你一定的这个关于爱情方面的智慧讯息。宇宙希望你不要只在幻想之中挑选爱人，而是真正的看清楚在感情里面自己想要什么，自己需要什么。而且要知道你不想要什么，你是想要在感情里面遇到一个给你情绪价值的人，还是说给予你智慧的人，还是说给予你一定就是金钱物质，让你生活的很体面的人？你对对方有怎样的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很多人呢，在最初想是外貌协会，是想挑一个长得很好看的人。好，遇到了这个长得很好看的人在一起之后呢，又开始对对方有很多的不满意，希望对方可以是一个很富有的人。那么在这样的一种
状态之下，你总是会欲求不满，然后总是会把这种情绪状态、能量带到感情里面，就会破坏情感。所以一定要想清楚，你最初是希望遇到怎样的恋人。如果你希望遇到一个长得很好看，可以给你情绪价值的人，那么后期你就不要要求人家可以挣很多的钱，可以给你荣华富贵了。如果你想要荣华富贵，那个两个人一起去努力，一起互相的扶持帮助，去朝着这种小康生活或者是富裕的生活前进，就不要在后面去怪罪对方，因为你最初挑选的，所以不要去忘记自己的初心了哟。另外，宇宙告诉你，在选择恋人上面呢，不要有太多的一些幻想了，又希望对方帅，又希望对方有钱，又希望对方对你好、专一。没有人是完美的，你可能自己都达不到这样的一个要求，你为什么要要求别人可以达到呢？所以在感情里面，你一定要做一定的取舍，你要什么，你不要什么。更加现实化的去定下来你的择偶标准会更好，不要有太多的一些理想了，那个不现实，很可能会错过感情，因为有可能你出现了一个自己心动的人，结果你会觉得这里他不够，不够帅，那里他不够，不够富，那里呢他可能家庭呢环境也不是很好，所以当你有太多的一些挑剔的时候，其实就是在逃避现实，其实就在错过感情，好吗？所以宇宙希望你在感情里面呢，一定要理性的去评估，保持清晰的头脑，而是也要在感情里面问一问，你在他面前能不能做真实的自己，而他在你身边他有没有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你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无论如何呢，一定要对爱情有更多实际的一些想法跟选择。真正的爱呢，就是互相的理解、互相的关心，一起成长，互相的扶持，共同的生活。所以那种责任心呀、稳定感啊，都是蛮重要的。所以，亲爱的，更加脚踏实地的去选择爱情吧。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哦。希望你从这个视频里面提取到足够的智慧跟能量，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那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